是哦，这个袋子限量的、哦。对啊，七夕情人节还附送还把它一个卡片绑在那上面，这样。袋子上哦，袋子这样提起来的时候会有一只像那个送那是子鸟。哦，那是送子鸟吗？我老了，现在不能这样，不要再车成我这样。我已经过那个年纪了，不要再这个车成我了，好不好？那如果这时候送子的话，你现在心里作何感想？可以发百感交集。是喜我还老了，是这现在怎么办啊？哦老来得子？上天给你的对啊，礼物老来得子，对啊。是高兴还是烦恼？烦恼哇。对，我有老了，我不能送小朋友去小学的时候，人家叫爷爷来了，对。OK。不会，我相信你可以维持得很好，你不会。好了，我们请那个豪哥爷爷来帮我们介绍一下下一支。下一支已经开始了。对，好，来，另外一支就是我其实以前很少买的茶香因为你知道我其实很期待。平常的时候几乎天天都喝茶，是都是有喝大概一定水准的，对所以我其实很不喜欢这种饮料的味道喷在身上，因为都觉得哎，是不是茶哪里打翻了，打在我身上，所以会有那个。还有最主要是这些欧美厂商的茶跟我们中国的茶其实不太一样，对，它都做不出那个中国茶的山头气，就是我们喝的那种山头气，是山头气，就是因为高山茶有对它会有那种雾气嘛，所以它会吸收了山头气。什么叫他们的茶做不出我们这种？他们的茶不是马黛茶，就是那种味道很重的，什么俄罗斯茶，反正就是伯爵茶那种。对，伯爵茶是红茶。对。它没有这种山头气，是因为它茶你就感觉到它其实是热的茶，可是热的茶不应该有茶的涩感。对，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对，因为热的茶是熟成的茶，对不对？好的茶，不管是热茶还是它冷掉，都不会有涩感。因为那就是红茶跟绿茶的差别。哦，又是蓝色，哇，又更淡了啊！都是蓝色系的，一个比一个淡呢。这反而茶香却是蓝色，我觉得很特别。应该要绿色对啊，这个叫思阳，思想的思，扬起的扬，好吧？思阳这一支名称叫思阳，对，哇，这么特别，对，让思想可以飞扬嘛，对，哇，我们来试一下，真的是很会掰呢。你要问他，不能问我。哦，哎，这走不一样，薰衣草，薰衣草皂香，对，有没有薰衣草皂香？对，对不对？橙花，但没有薰衣草。我怎么一开头有薰衣草？刚刚有一个新香料是什么香味啊？姜哦，一点点提味。很特别。它这个茶调的真的是非常特别的一个。我本来觉得这一支比较偏男生，刚刚那一支比较偏女生。哎，没有哎，我最好异性朋友说他喜欢这个，我觉得两个都不错。这两支其实男生女生可以，对，不分轩轾哎。但是都是在这个天气可以非常适合使用的。是。那他有说他是用什么茶吗？我实在闻不大出来。中国红茶。正山小种茶。对。因为一般他们在写这个香材的时候都会写红茶啦，不会特别标明出产地。但是这个有标明出产地，就是中国的红茶。是，好，我等它后段，因为前面的姜还蛮明显。哦，你觉得前面的姜是明显的？对啊。但是它的姜没有那么没有那么锐利，没有那么刺鼻。我觉得没有。没有，因为要把用橙花平衡掉啊。它不会让它陷入一个很单调的，就是柠檬红茶的味道里面，它是会有一点点柔香啊、调香的技术。它不会让它变成一杯雀巢柠檬茶。是，好吧？我觉得这个也夏天非常适合。豪哥这样子，我们直接这样讲好了。如果刚刚我们喷的这一支叫做思阳嘛，对不对？那刚刚那一支叫做午后之勇。那我们来直接比较一下，你觉得分别喷了会降几度？给一个明确的方向。那先讲
我先讲刚刚那一支好了。好，我觉得刚刚那一支在你刚刚那一支是哪一支？要先讲一下。那个午后之勇，午后之勇那一支，如果在你身上温度很高的时候，你喷上去，它是可以立即降温。好哈 ，OK。然后现在这一支丝阳是，它是，我觉得一个是外放，一个内敛，哦，它是会让你一直自己很平稳的。OK， 丝阳是让你很平稳的。对，然后那个身体的应该讲说它是让你整个氛围不会这么燥热。哦，了解。茶道嘛，它就是茶嘛，就让你整个心静下来，它是心来静下来。它不是降温，它是让你心整个静下来。讲的真好哎。好，第一个它这个什么 afternoon swim 嘛，它是直接跳到水里就是立即降温。对。好，那这个丝阳是要你心自己要静下来，茶道就是自己静下来，你就会感觉到没有那么的浮躁。对，一个外一个内，哎呦，厉害嘞！对，没想到跟你们一起聊香水，还可以有这样子的哲学思维。但是因为那天试香的时候，虽然他们一团。不是一团了，很多人围在那个试香桌，但是我还是有努力的试，就是比较凉快一点了。哦，对，那一天你有带这2支去吗？没有，我去那边去试香了，因为这是我不会买的，以前我绝对不会考虑的。对，但是今年的气温实在是不知道为什么整个比去年大概要再多好几度，真的。今年开冷气的次数真的比去年高好多。对，以前我大概都晚上10点洗完澡才开始开冷气，我现在没有，回到家我就开始灯黑啊，真的啊？对。因为我现在住的地方，当初就是想说它比市区低2度，所以我才住在那。对。因为风又大，然后不需要开冷气，但是现在没有，不行。它这吹来的风真的是热的，对，风吓死人了。那豪哥，你觉得这2支直接给你降几度？先讲 Afternoon Swim， 它就像我们在便利店买的冷包，你知道吗？就是那个直接剥开，我们有暖包啊，但是也有冷的。对，有这个有啊，就你一拆封，它就是冰的，然后。连那个大小都长得差不多，它是直接让你贴在后面，然后让你整个降温。OK， 它就是一个昂贵版的凉包。是午后之勇，对，午后之勇是立即降温，对不对？它会有一种让你那种水感，但是不是一般人会不是你一般香水会遇到的那个水感。是，当然因为 LV 它调香的技巧很好了，所以让你这个水感的。一般人遇到水生调，他们会晕啦，但是这个可能不太会，对，因为它调的跟它柔香的技巧非常好。OK， 但这个呢，丝阳，它的茶的味道呢，其实不太像我们一般，冬天啊，或是冬天的那些，对，什么马黛茶，然后伯爵茶那种，它用的是中国红茶。所以它没有这么的，应该讲没有这么的涩，没有这么的涩。然后因为它有用了其他一些香材跟姜去让它调味来。是，我觉得我先讲，再看香料表好了。我觉得这个让我都有你喜欢的。对，我觉得这个反而丝阳它是比较环境凉的这种感觉，它不是让你自己温度降下来，它是比较算是一个环境。那我现在闻到其实是一个洗完澡后舒服的燥感更加的多。我没有这个问题的。对，那 Siri 很喜欢吵我。对，好，所以它是我觉得就是洗完澡沉淀下来，整个环境是全部平静下来的这种感觉。好，那跟Afternoon Swim 是直接给你畅快凉快是不一样的，应该这么说，这个是由外而内的降温，对，这个是由内而外。哎呦，原来这个学问这么的大，讲的真的是太好了，对不对？好，那你觉得这个适合男生还是女生做？非常中性，非常中性，非常什么样的场合你会建议男生使用这一支丝阳？这2支都是可以无脑喷，当然如果你都买了，我建议你可以无脑喷，就是今年夏天就把它喷掉，要不好？今年夏天把它喷掉，是好，那它非常适合35度以上、40度，对，35度以上，非常适合，因为它整个让你热到一个
完全不行。就是如果你迫不得已要离开有空调的地方，这2支都可以让你随便喷，而且它没有很明显的性别的分别，所以你都可以随时畅快的喷2下。对 OK， 那学姐这一支狮羊，你会建议女生用在什么样的场合穿着？我觉得超适合逛街的时候喷。逛街，而且它的显香度是有的，它会把那个香味一般都会闻得到，然后是一个昂贵的味道，就很舒服。对，然后你逛街去的都是时尚的地方，然后你又不想要喷太浮躁的香味，这个香味就超适合，而且它也可以提升你的气质。没错，它是一杯有气质的茶。来，我们看一下。好，来，香调。一开始前调是香橼、卡布里橙、香柠檬、西西里岛橙，那中调是尼日利亚生姜，然后橙花来，橙花，对，还有锡兰肉桂，基调是中国红茶，酱龙涎香米，这个就是调出来的龙涎香，然后还有乳香跟玉创木在后面。哎呦，我蛮期待它的后调哦，所以。这2支都有你最爱的龙涎香，对，所以它的后调肯定是很有特色，就是会，你不要小看这一支，认为说这个夏天的哦，就这样的柑橘无聊的，不会哦，我觉得这一支它厉害的已经开始在慢慢的转变哦，那非常值得待后来回头我们再来讲一下它的后调，没问题，大家见，拜拜。他一进来就喷了7下，对不对？真的。好，没有，因为它就是一个真的是很凉快的香水，真的是啦。你的意思你在里面还很热吗？啊，刚刚的话题让你对，刚刚的话题热起来。他什么时候要贡献2支出去了？一起旅行。好，下一支，来狮羊，又是你的龙涎香，只是刚才从海水变成了红茶。我喜欢这一支的后段。对不对？对，让学姐先说一下，她说她喜欢这是后段，学姐很有气质哦。我好像从了逛街逛到了那个去看展览哦，看画展。我现在从百货公司移到看画展的地方，到了华山艺文中心。哦，到了华山艺文中心，可以。可是我还是觉得它有水感在里面呢，就是。可是它是真的像是有茶香，就是冰茶的香气。对，哦，冰茶 ，OK，所以你确实有闻到茶香，对不对？冰茶，微微的，我必须说微微的。它的茶是不涩的茶。OK， 好，那豪哥来讲一下你现在后调怎么呈现？哦，它当然因为是刚刚经过了前面的什么香橼啊、香柠檬啊、橘子啊，中间。现在就是散发出一个好闻的茶香啦，好闻的茶香。然后因为茶嘛，最适合就是夏天使用。对。所以因为以前我是不买茶的啦，但是我实在是因为今年真的是太热，所以我需要一点，应该讲解腻的东西。因为全身都黏黏的，让人很不舒服，所以你需要喷上一点点让你解腻的，然后可以脱离这种黏腻的感觉，黏腻的皮肤的不适感嘛，然后外边又渗着汗，非常不舒服。这个时候喷上这一支有茶香的，然后又有龙涎香的香水，加上它非常的显香。是。然后我再顺便一提，这支现在是目前全球票选第1名的男香。真的假的啊？真的。对。哎呦。他反而定调在男香哦。对。但我觉得它还蛮女生的。对。就女生穿也 OK。是啊。我觉得50-50它都很可以。对，它其实没有一定是要男生或女生。没错。你有资料就对了。第1名。哦，哎，真的呢，哦。你有随时关注市场上名次的变动，对不对？男生也都50-50。对。那你的镜中倒影男是第6名，哎。对，阿文图斯都在上面。哦，对，他几乎所有名次他都有了。天哪！然后第3名就是这个哎 ，Layton 哎，哈。哦，真的。哇，好，那这个观众自己在
定格回放了哈，好不好？豪哥提供的前10名啊，对，好，你看这前面这几名都是哇，都是赫赫有名的，对都有你都有。对，你要不要拍一集前10名的？对啊，前10名的介绍。对啊，好像你都有，好不好？你好像可以来拍。大家蛮需要你这么做的，对，因为需要这样子的财力才有办法做这件事嘛，吼。好，当然我承认我看到这个名单的时候稍微有点压抑，因为我觉得应该是阿文吐司在第1名，但是没想到有人可以长江后浪，对不对？对，又是一支茶的香水，真的是，所以我那天去买的时候就一咬牙一不做二不休，干脆买2支一起走了，从此就毕业了。人生登出了。不要说这句话，会再有新的出来。然后昨天那个阿根廷的香友，就说要看一下我的收藏了。哦，好，对，所以我们改天要拍一支路易威登的大全集，好不好？好，对，看 LV 的收藏，对，全部一字排开来，一字排开，9支一字排开。好，什么时候？明天吗？这个我们再另外找时间，另外再找时间，我们再找时间。明天都是要来，不是吗？对啊，你明天不是要来吗？明天7夕情人节了，那正刚好啊。明天你7夕情人节忙完之后就可以过来了。好，然后我们赶快回到这支香水，对，我们这是香品，好不好？我们这是开箱文，对。好，那学姐的这一支后调，就是很优雅，带着花香的果香，带着花香的果香，然后有一点点轻轻的茶香。我觉得就是像冰茶的，就是一杯冰茶。但是其实在我身上，我其实没有闻到茶香，我反而是一个皂感，就是洗完澡，对，在我身上是一个皂感，特别凸显。对，它就是一个洗完澡，不论你在山上或者是湖畔边，我倒觉得它比较不是在海边感觉，它是比较在湖边，山上的湖边也是比较环境比较凉嘛，对不对？那洗完澡，它身上有一个贴肤的一个环绕包覆感，是非常的清透的，容易亲近贴肤的感觉。还有我蛮喜欢它这个环境的氛围。那它是皂感比较多，在我身上，所以茶我其实没闻到了。对，我也是微微的，你也是微微的啦。它这个茶不是热茶，是冷泡茶。冷泡茶早讲嘛，对不对？冷泡茶的要放很久，叶子才会开嘛，对不对？冰凉的泉水泡出来的冷泡茶，那你要早讲嘛。对，确实这样茶就比较没有一开始热茶给它下去的分子让它活跃的那种感觉，因为冷茶它需要时间的，它就一直长时间的输出它这种微微的茶香、橙花的气息，让你整个清新脱俗起来了。因为茶就是会让你稍微鲜一点。同意。好，那又到了我们评分的时刻了。豪哥，你先。跟这个一样，9.5分。我觉得不分轩轾，只是不同面向的呈现。一个是直接身体降温，对不对？这个 afternoon swim 直接跳到水里去了。那另外一个心静自然凉，心静自然凉，思洋。对，果然名字取得真好，思想这个可以飘扬这样子，好不好？但是属于心智上的凉。好，来学姐。9.8分，更喜欢这一支因为我喜欢它后面那个带一点橙花，带一点茶，然后带一点橘子，然后就很舒服，可是又很有层次，是，然后很有气质的那个氛围。对，这一支在学姐身上，感觉她闻到的香材比我的还多很多。我就是很纯粹干净的皂感这样。可是学姐她却闻得出花中带果的味道，还有些微的冷泡茶这样子。我觉得它就是你喷这一支，我觉得它属于那种心机香，就是别人不会觉得你好像刻意喷了一个什么香味，对，可是会觉得你身上的味道是好闻的，对，然后会想靠近，对，一直觉得不知道哪里来的这个味道，就是很想要亲近的感觉。这个我刚刚要讲，是，如果早上是喷这支出门，然后我刚刚去2厂送东西过去嘛，对，我们的王杰帅哥哥马上就问，哇，
你好香哦，喷什么香水？是哦，我还跟他讲，转头跟他讲，你是我遇到第一个男的，觉得会问我什么香水的。哦，一般都女的。对，哦，对，他现在会比较，他现在鼻子比较灵敏了，因为干这一行之后，对，他会知道什么味道，他有兴趣，他就会注意问一下这样。对，哦，好，换我这一支0到10分，我也一样给他9.5分。9.5分，那我喜欢它环境感的这种皂感，洗完澡从环境带给我们的平静、安静，然后很稳定啦。好，那凉有大概降温。如果说 Afternoon Swim， 你问我说直接降温几度，我觉得直接降温身体上是5度。那这一支这个思阳，它是冷气开在26度的感觉。哦，对，好，就是分别不同的差别。对，如果我用这样子直白的形式来告诉你的话，你就会知道说这2支它凉快的感觉到底是差在哪边。这个是冷泉啦，对，这是冷泉，这是冷泡茶，冷泡茶。OK， 好，那非常谢谢豪哥今天带这2支 LV。夏天非常合适的香水，这可能会同步出现在他明年的夏季的专家清单里面哦。应该不会，明年有明年的，明年有明年的事。对，哇，他真的是，好吧？因为那时候你要检查我水位，我不会做这种事。OK， 好，谢谢豪哥，那我们下一次见喽，拜拜。